欢迎来到 Oliver Traveler， 我是你们的地陪 Oliver。如果呢你不喜欢旅行团的套装行程，你觉得太拘束、太没有自由了，或者是呢你觉得来巴黎旅行太可怕，觉得这里的治安很差、很没有安全感的话，那么你可以在下面链接联系到我，我会带你们到巴黎各个好玩的景点四处旅游。那有些景点呢还是当地人才知道的秘密景点哦。好，那如果你是新来的，可以考虑一下订阅我的频道。因为在接下来的每一集，我会带你们深入的探索巴黎。好，今天呢，我要带你们去光之博物馆。它跟一般博物馆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一般的博物馆你只能欣赏那一个画，不过这一光之博物馆呢，你可以真实的走进画中，用你的心去体验画的美好。好，那这一次的展览呢，有3个。第一个呢，就是梵谷的画作；第二个就是日本的浮世绘；第3个呢，就是 Thomas Fans 的诗歌。好，那首先我们来聊梵谷吧。他是荷兰后印象派的画家，那同时呢也是表现主义的代表之一。他深深影响了20世纪的艺术。他的作品有《星夜》《向日葵》《麦田的乌鸦》等等。现在呢已经是全世界最为广为人知的画作之一喽。他在2004年当选了史上最伟大的荷兰人，排名第9。很厉害吧？他呢生前其实是非常的穷困潦倒，是一直靠着他弟弟的救助才能一直的作画跟生活下去的。生活方面不得意，爱情方面也不得意啊。他首先呢跟他的房东的女儿告白，立刻被打枪。那房东的女儿转头就跟另一名房客结婚了，哇，真惨。那之后呢又在跟表姐告白，就立刻又被打枪。他说不，绝不，永远没有可能。天哪！我不该笑，这是非常严肃的事情。好，那就是因为接连被打枪了之后，他被他弟弟发现他跟一名妓女西恩发生了关系，最后还染上了性病。他的个性呢，可能本来就不是很好相处。在有一次他跟高更的争吵中，高更愤而离去，那他在当晚就把自己的左耳割了下来，用手帕包住，送给一名妓女。哇，天哪！那之后呢，他的精神状况就越来越不稳定了。他是在27岁的时候才开始作画的。他最早期的代表画呢是吃马铃薯的人。当时他的色系呢是偏向暗色系，并不符合当时印象派亮色系的主流，所以一幅画呢都没有卖出去。但是之后他开始研究色彩学及日本的浮世绘之后，他的作品风格才渐渐改变。那他的作品也渐渐的真实感越来越少。当时印象派呢，通常都是将色彩应用于光影之中，不过他不一样。他说，与其将色彩精确的表达我所看到的，倒不如用来更强烈的表现我自己。好，那在他割下耳朵之后呢，他精神状况因为越来越不稳定，所以他自愿到精神病院休养。就在那时，他画出了举世闻名的《星夜》。因为当时他精神非常不稳定，所以整个世界在他的脑海中是扭曲的，是不真实的。没有这种刺激的话，这一幅画应该也不会变得这么厉害吧。那之后呢，他就决定搬到巴黎北部的一个小村庄去休养。就在那时，他举枪自尽了。一代伟人画家的生命就此结束，享年37岁。好，那讲到这边呢，我们就来欣赏一下他的画作吧。
understand me now. If sometimes you see that I'm mad, don't you know no one alive can always be an angel? When everything goes wrong, you see some bad. But I'm just a soul whose intentions are good. Oh Lord, please don't let me be misunderstood. 好，那看完梵谷的画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到它的神韵、它的意境？接下来我们将看日本的浮世绘，它起源于17世纪，那主要呢用来描述人们的日常生活、戏剧等等等等的。浮世呢指的是人们生活的现世现在，那也可以是漂浮不定的人间生活、人间百态，同时又可以引申为华丽的那种感觉。你可以看到所有的画作都是非常的华丽，那非常欢乐自在的。浮世绘呢，每一个主题都是鲜活而明确的，同时呢，它的画作里面没有任何的阴影。梵谷曾经深受浮世绘的影响，那这一张图就是影响他最大的作品之一，大家可以欣赏一下。那同时最有名的浮世绘呢，就是神奈川冲浪里，就是这一张，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有看过吧，非常非常的有名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好好欣赏一下吧。
那看完日本浮世绘及梵谷之后呢，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想法？如果有的话，可以都在下面留言评论哦。那最后呢，我会在影片结尾放上如宇宙大爆炸般的诗歌，大家可以好好欣赏一下。同时呢，这部影片也就差不多到这边啦，谢谢大家收看。如果你还想要看到更多这样的影片，记得留言评论分享。那如果你想要立刻来一趟美妙自由行，点击下面链接联系我。好，那我们下礼拜再见吧。